10月29日的夜晚，中国最庞大的银行系统之一中国工商银行崩了。不是短暂的闪退，不是转账延迟，而是亿万用户打开 App 时，账户余额显示为0.00元。工资没了，理财没了，连黄金持仓都凭空蒸发。有的人以为自己被黑客入侵，有的人半夜冲去 ATM 机验证，还有人一边哭一边截图留证据。朋友圈、微博、小红书全都炸了。存款没了，可信用卡欠款还在。那一刻，所有人突然意识到一个残酷的事实：在这个时代，银行可以合法赖掉你的钱，但你绝对不能赖掉欠他们的钱。从北京到深圳，从黑龙江到云南，无数网友发帖求助，账户清零怎么办？有人发现余额归零，还有人账户里的理财产品全都消失不见。当晚，工行的客服热线彻底被打爆。客服人员机械地重复一句话：是系统显示异常，您的资金是安全的，请您稍后再查。但没有公告，没有预警，没有解释。就这样，全国最庞大的国有银行系统沉默了10个小时。直到10月30日上午，媒体追问下，工行客服才回应 ：App 端口数据延迟，用户资金实际未受影响。一句轻描淡写的延迟，就想抹平亿万人的恐慌。然而，数据恢复了，信任却没回来。这不是第一次。2023年，建设银行的系统宕机，导致全国多地柜台瘫痪。2024年，农业银行 App 崩溃，几千万用户无法登录。而工行自己在过去1年内，至少3次出现严重故障，转账失败，登录卡死，页面空白。他们的解释永远只有一句话：系统原因。可没有人告诉你，系统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？是技术漏洞、外包问题，还是成本压缩？没人知道。因为对普通人而言，金融系统就是一个黑箱，你能看到数字，却看不到数字背后的真相。中国工商银行是宇宙行的代名词，资产规模高达43万亿元，客户数超过7亿。他们在年报里骄傲地写着金融科技投入285亿元，科技人员3.6万人。他们自诩是全球最安全、最稳健的银行之一。可现在，这家稳如磐石的银行，却连一个 App 的数据同步都保证不了。用户账户一夜清零，这不是一次技术小故障，而是对金融体系信任的当头一棒。一个网友愤怒地说，工行每年赚上1000亿，却连个 App 都搞不好，钱都花到哪儿去了？做 PPT 吗？在一个越来越依赖电子系统的时代，金融信任不再靠金库和保险柜，而是靠几行代码。当代码出错，钱就会蒸发，心就会崩塌。更可怕的是，这并非孤立事件。就在1个多月前，福建厦门一位女士拍视频称，她在工行存的100万元不见了，账单被改。河南南阳一位男子转账成功后，却被银行拒绝取款，理由是需要进一步核实。河北邢台一位女子因丈夫住院去取2.5万元现金，被要求提供病房科室信息。她无奈地说，诈骗犯一个都抓不住，老百姓取个钱还要被当成诈骗犯。这不是段子，而是一个越来越魔幻的现实。在防风险的名义下，银行对普通储户层层设防，可当系统自己出错时，却没有一人负责。存钱的人成了被怀疑的一方，出错的系统却不用承担任何责任。有人说，中国人对银行的信任是刻进骨子里的。从上世纪80年代起，把钱存银行最安全，几乎是全民共识。那时的银行柜员是国家的代表，那时的存折是人生的安全感。可如今的银行变成了一个冰冷的程序系统，后台算法决定你的账户是否异常，
机器学习模型决定你能不能取出自己的钱，人工智能客服只会机械的回复，请您稍后再查。工行这次的资产清零事件只是冰山一角，更大的危机是整个中国银行体系正在进入一个高投入、低安全、零信任的时代。根据央行最新公布的数据，截至2025年上半年，中国银行业的金融科技投入总额已经突破3700亿元，同比增长12%。但同一时期，全国银行系统性技术故障事件比去年增加了46%。换句话说，钱越花越多，系统却越不稳定。这就是如今的荒诞现实。银行在技术上越来越现代化，可在用户体验上却越来越原始。表面上，银行数字化转型如火如荼，云计算、大数据、人工智能、区块链，一个比一个听起来高端，但真正的底层运作却藏着无数漏洞。业内人士爆料，银行 App 的开发与维护大量被外包给第三方公司，有的项目甚至由多个外包团队拼凑完成，前端、后端、接口全靠临时协调。当系统升级、数据迁移或服务器同步出问题时，没有人真正负责。工行 App 这种级别的事故，很可能是版本测试流程混乱导致的。一位金融科技业内人士在采访中直言，但问题是，在国有银行的层级体系里，没有人敢为数字错误背锅。每一次崩溃都是责任踢皮球的开始。技术部门推给运营部门，运营部门推给外包方，最后统一盖章系统原因。没有人追责，没有人赔偿。可是普通人的钱就真的只是一个系统原因吗？过去中国人最大的焦虑是钱不够，现在中国人开始害怕钱在银行里也不安全。中国银保监会数据显示，2024年全年涉及银行账户争议的投诉达到35.6万起，同比上升27%。投诉原因前5名中，系统显示异常资金冻结、延迟到账都赫然在列。银行对客户的防范越来越严，取钱要视频，转账要人工审核，取大额现金要提供合理理由，而对系统自身的防范却几乎为零。当金融安全的天平彻底倾斜，最脆弱的永远是普通人。厦门那位存款消失的女士，如今还在走投诉流程。河南那位被拒绝取款的男子，被要求提供额外证明后才被允许支取。根据清华大学金融科技研究院的一份报告，过去3年，中国银行业 App 崩溃或严重故障事件共计62起，涉及包括建行、农行、邮储在内的所有6大行。其中57%的事故发生在夜间或节假日，大多在系统维护或版本更新后出现。这些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虽难以统计，但对用户信任的冲击是长期且不可逆的。报告中提到的一个案例更令人震惊。某省级农商行在系统迁移后，约4.2万名用户账户出现余额不匹配，最后通过后台补录解决。这意味着，在所谓的数字银行时代，我们看到的数字并非永远准确，它只是某个服务器节点的临时真相。一旦系统延迟、网络中断或者某个接口报错，你的钱就可能在数据的迷雾中消失几个小时，甚至几天。中国的银行系统是国企体系中最典型的巨兽结构，层级多，流程繁琐，审批复杂，每一次技术改动都要层层报批，所以一个小 bug 可能要绕10几道公文才能修复。这不仅仅是技术问题，而是体制问题。在层层权责之间，没人对普通人的钱负责。很多人以为这只是一次 App 显示异常，但金融界清楚，这其实是一次极其危险的信号。因为银行系统的底层架构一旦出现同步异常，意味着数据完整性存在潜在风险。
这不仅影响用户体验，还可能导致结算延迟、账务偏差，甚至跨行对账出错。如果再叠加当前中国银行业整体债务压力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截至2025年上半年，中国银行业总负债已经突破350万亿元，同比增长 8.1%。其中，不良贷款率上升至 1.65%， 地方城投债风险持续暴露。金融监管部门的报告显示，中小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连续5个季度下滑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任何一次技术故障都可能成为信任崩塌的导火索。表面上，工行 App 已经恢复正常，但后台的数据危机与公众的恐慌并没有真正过去。那些在深夜看到余额为0的人，可能再也不会无条件的相信银行。他们会截图，会核对流水，会怀疑系统。他们不再信任数字，因为数字背后藏着太多不确定。有人说这只是一次误会，可更多人清楚，这是一场信任的塌方。当一家拥有43万亿资产的宇宙型都能出现资产清零的画面，人们开始质疑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固性。这才是最可怕的，不是钱没了，而是信任没了。中国人过去几十年的安全感建立在一个朴素的信念上，钱放在银行最安全。可如今，这句信念正在崩塌。从恒大暴雷、村镇银行暴雷到国企系统宕机，金融信任这座大厦在一点点塌陷。余额清零的那一刻，不只是数字变成000，也是无数中国人安全感的归零。